最近呢，气球特别忙，太平洋东西两边跑。在美国气球事件发生后不到半个月，乌克兰首都基辅上空也发现了许多气球状的不明飞行物。难道是俄罗斯有样学样，打算用气球对付乌克兰吗？乌克兰又将如何应对呢？咱们接着往下看。2023年2月15号，乌克兰首都基辅上空突然出现了许多气球状的不明飞行物。乌克兰当局宣称，据初步信息，在基辅上空探测到了5-6个空中飞行器，这是一些随风漂浮的气球。这些气球呢，可能携带了一些传感系统和某些间谍设备。这时候或许有人会产生疑问，不是说高空都是固定的西风带吗？所以中国的气球才会跨越太平洋飘到北美大陆。可是俄罗斯放的气球怎么会向西飘到乌克兰上空呢？其实这个原理很简单，因为西风带是位于距离地面18000米以上的平流层，只要气球飞行高度在18000米以下，那么受西伯利亚寒流的影响，俄罗斯释放的气球自然就会飘向乌克兰，这两者呢并不矛盾。根据乌军的介绍，俄军释放到乌克兰境内的气球上，既没有挂载各种威力巨大的炸弹，也没有挂载什么侦察设备，而只是携带了一个用铁板焊接而成的金字塔形的装置。但就是这样一个十分简陋的设备，却让乌军十分头疼。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个设备其实是俄军专门设计的一个角反射器。虽然其实并没有什么杀伤力和侦察能力，但却能够产生巨大的雷达发射信号，起到鱼目混珠的作用。如果把乌军的雷达比喻成一双眼睛，这就相当于有人在使用手电筒晃你的眼睛。一旦气球数量很多，会严重影响乌军雷达对高威胁目标的探测能力。而这些气球呢，也很有可能会被乌防空系统误认为是无人机，所以会引导地空导弹攻击这些气球。其实这个所谓的角反射器，就是用几块钢板按照一定角度焊接在一起，外观呢看起来像喇叭一样的结构。这种结构呢，能够有效放大和反射雷达波，经常在导弹实弹打靶演练中充当靶子。在空军演习中呢，也经常用气球悬挂这种角反射器，用于模拟空中目标，以供地空导弹部队打靶训练。而在去年，为了避免乌军袭击克里米亚大桥，俄罗斯就在克里米亚附近补助了 436BYS 小型拖船上就设置了大量的角反射器，寄希望于它能够在乌军袭击大桥时将目标错认为这些拖船，以此形成对克里米亚大桥的保护。所以说带有角反射器的气球并不是什么稀奇玩意儿，只不过这种东西大规模出现在俄乌战场上，这就让乌克兰有些难受了。乌军如何解决？毕竟想要打下来这些气球就需要动用北约援助的防空导弹，这是相当不划算的。俄方一个气球的成本预计不过几千美元左右，相当的便宜。而乌克兰的一枚防空导弹呢，价格基本都在100万美元左右。而且由于现在乌克兰装备的大部分防空导弹系统都是北约提供的，并不足以支撑乌克兰用来挥霍。一旦大量消耗之后，短时间内很难补充，这也将严重削弱乌军的防空能力。一旦俄军展开真正的大规模轰炸行动，乌军将再也没有多少抵抗能力了。当然，这并不代表乌军无法解决气球。众所周知气球的飞行速度都普遍较慢，乌军完全可以让地面防空系统的多普勒雷达利用工作机制判断出目标的相对速度，来过滤掉这些干扰。所以俄军使用的这些气球更大的作用是增加乌克兰人的恐慌情绪而已。但同时呢，乌军也不能放松警惕，万一其中还混着同样飞行速度的螺旋桨无人机，那么乌军阵地和要害军事目标很有可能会被俄军趁机摧毁，那乌军损失可就大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玩气球这方面呢，俄罗斯确实是其中高手。从苏联时代开始，俄就踏上了研制高空气球的道路，其高空气球部队也是当今世界上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随着苏联在冷战时期重新开始大规模使用军用气球，根据其不同的任务，几种主要类型的气球脱颖而出，其中的一些至今仍然在服役。比如在1960年，DKBA 为苏联军方开发了2种大型气球，它们的进一步改进版本至今仍在使用，两者都可以携带各种类型的有效载荷、燃烧弹
箔条、无线电和辐射侦察设备、目标模仿器、宣传材料等。较小的那款呢是 ANS， 其中 AN 代表的是运载浮空器， S 代表中等高度，它可以在9000到12000米的高度漂流7天。较大的气球编号为 ANV，V 代表的是高海拔，它可以在3万米或者更高的高度漂移。后来俄罗斯又在其基础上开发了相关的 ANV1、ANV1A、ANV1B、ANVM 等版本，最后一个版本是俄罗斯目前使用的最大的军用气球。除了以上这些之外呢，俄罗斯还有一款专门用于对美作战的平流层战斗气球，编号为 VAL-120。其中呢，这个 MBA 的意思是洲际战斗气球。现代化的 VAL-120M 直到1990年代初才大量生产。而令人惊讶的是 VAL-120MBA 的主要军事任务听起来十分简单，那就是在美国领土上投掷燃烧弹。想要做到这一点，俄罗斯需要让这一群气球从俄远东的勘察加半岛起飞，随风向东飞行进入美国才可以。那么这些气球是如何工作的？俄罗斯军方使用的大型一次性自由气球是由约20到40微米厚的聚乙烯薄膜制成，气球卷起来存放，在发射前呢，它通过安装在卡车上的发电机充满氢气，起飞时部分充气仅为其全部容量的几%，随着高度的增加，气体膨胀并逐渐充满。气球外壳仍然空着的部分用夹子固定，随着气球的膨胀，夹子一个接着一个的脱落，这些夹子可以让气球卷起，使气球在强风中充气。在气球本身下方的框架上是悬挂气球飞行控制设备、通信设备和有效载荷的载荷容器。例如 VAL 气球使用信天翁控制系统，该系统根据给定的程序或者地面控制站的命令，激活适当的任务设备，发出投掷有效宣传单或者炸弹的命令。这些自由气球既没有引擎，也没有方向舵，引导气球飞行的唯一方法是改变高度，以便击中气流，将气球带到所需的方向。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气体泄漏，气球会收缩和下降。如果还需要增加飞行高度的话，电磁阀会自动倾倒载荷的适当部分，来帮助气球更长远的飞行。从这次俄乌事件中的照片上来看呢，俄军使用的是 ANS-1 零压式气球，而并非专门用于长时间高空飞行的超压气球。在该气球的气囊外边有一根排气管，专门用来和大气相连，使其在上浮中不需要充满气囊，通过排气管来调节气球内部的气体量。该气球的优点呢是造价便宜，技术要求比较低，缺点呢则是容易受到昼夜温差的影响，导致气囊内气体逐渐变少，难以保持长时间的高空飞行。而俄军另外一款比较著名的诱饵气球 ANVM 最大飞行高度可以达到36公里，但在这次事件中却未见俄军使用。从这点看啊，俄军似乎并不希望自己释放的气球飞得太高，看来其主要目标就是为了迷惑乌军的防空系统。当然，俄罗斯的军用气球库存充足，无论是 ANS-1 气球还是 ANVM 气球，只需要几辆配套的充气车和后勤车就能升空，而且还能滞空7到12天之久。气球再加上充气的费用，价格最多不过几千美元。如果俄罗斯对乌大搞气球作战，再让这些气球携带武器，将使得乌军的防空压力和北约的援助压力增加，从而占据这场消耗战的优势。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这次的乌克兰气球事件有什么看法？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